他故意摔的，他陷害我。你还不承认是你推了青青？不是我！你鸠占鹊巢20多年，居然还想伤害我刚接回来的亲生女儿，你好狠的心呐！我真的没有招惹姐姐，姐姐为什么容不下我呢？哼，这个家也容不下他，让他滚！你给我空手滚！夏家的东西你一样都不配带走！我享受了夏家20几年的偏爱，没想到竟是人人鄙夷的假千金。有人要杀你！谁在说话？漂亮姐姐，有人要杀你！对对对，那个坏蛋就在楼下，穿黑衣服，天天来。好疼，不是吗？我能同时听懂猫和老鼠说话。没错，我叫豆包喵，它叫小菊。我们观察你好几天了，你给流浪猫留过粮，肯定是好人喵。所以猫鼠特工队决定保护你。小猫咪，还有小老鼠，你们说有人要杀我，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我们从治安局公告栏上撕下来的，我钻缝，豆包放风，差点被大狗追。就是这个人，每天晚上等到姐姐你关灯后，他才离开。周子峰，治安局 A 级通缉要犯，涉嫌多起恶性伤人案件，凡提供线索者可获得50万元奖励。我被 A 级通缉犯盯上了。别怕，有我们在，他要是敢进来，我挠花他的脸，我咬他脚趾头，再不行我们就用你的手机报警，我能记住110。喂，哥。别叫我哥，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所有联系方式我会全部拉黑，别再打扰我。您好，我叫夏之宁，我发现疑似通缉犯周子峰的人出在我家附近，地址是城中村32号。好的，我们马上反馈给上级部门。我住在这个破地方，大门连个像样的锁都没有，我不会真交代在这儿了吧？喂，夏之宁，你竟敢谎报治安！你明知道我一直为周子峰的案子头疼，怎么？你是想让我担心你好接你回去？哥，我没有，我真的看到周子峰了。我说了，别叫我哥。你的亲哥哥是偏远派出所的小治安员，1个月3000块工资的穷光蛋，你再敢谎报治安，我就行政拘留你！夏哲，你这个大傻叉，凭什么没收我报治安的权利？姐姐擦擦，不跟那个坏蛋生气。对了，我亲哥季淑仪也是治安员，我被夏家赶出来，还是他给我找的房子。姐姐的亲哥肯定比叫夏征的好100倍。同意，他一定会帮姐姐。喂，哥。怎么了，志宁？我被 A 级通缉犯盯上了，你能不能来帮帮我？他们都不相信我的话，我实在没办法了。别怕，把门窗关好，我马上到。到，姐姐小心别划到自己。嘘，别添乱，姐姐在准备武器。哥哥在离这30公里外的乡镇上班，希望他能赶到。姐姐，有人来了，脚步很急，不是好人。什么？我跟你拼了！
志玲，是我。哥，志玲，你怎么了？没事儿，我就是太害怕，腿下软了。我还以为是坏人，没想到是哥哥你。豆包，警报解除，自己人。其实，在你给我打电话前，我就在附近了。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所以请假过来看看。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一样给你带了一点。有亲哥哥护着的感觉，真好。饿坏了吧？对不起，是我没照顾好你。哥，你不用道歉，我们才相认，本来就不熟。再说你工作也忙，我能理解的。志宁和青青似乎并不一样，她好像不排斥我这个穷哥哥。志宁，你跟我说说发现周子枫的细节。是我最先闻到那个坏蛋的味道，明明是我先发现他在楼下蹲点的。我这几天关窗户时都能看到楼下站着一个人，他朝我这个方向看，而且他的长相和通缉令上的照片非常像。这是镇上老乡用来赶猪的电击棍，给你防身用正合适。哥，不愧是你。你傻呀，赶猪的东西赶你只小老鼠一下就熟啊，好险！姐姐，那个杀人犯上楼了。就是这个脚步声，咚咚咚的，跟那天晚上一模一样。哥，嘘，有人来了。夏志宁，别躲了，我知道你没睡。我可是蹲了你好几天，细皮嫩肉的，脖子这么细，轻轻一拧就断了吧。我靠，50万！哥，我们发达了！你们是等着我送上门？你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再不老实，信不信我电你？喂，我抓到 A 级通缉犯周子枫，需要移交江城治安局总局。都怪我不该回来的，要不是我，姐姐也不会推我，更不会被赶出去。哼，你还替他说话？你可知道他为了让我接他回来，居然谎报治安，谎称看到了通缉犯周子枫。周子枫连环杀人案，可是大哥你倾注了心血追踪的案件，姐姐怎能这么儿戏？所以啊，还是青青匿名施礼。喂，杨队。什么？周子枫被抓了？这么破的地方，是周子枫的落脚点吗？周子枫盯上了这栋楼的一个小姑娘，摸进去准备动手，才发现人家哥哥也在，还是乡镇派出所的治安员，当场就把他摁住了。乡镇派出所，原来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夏之宁，你怎么在这儿？杨组长、夏教授，这位就是受害当事人夏之宁女士，还有她的哥哥季淑云同志。你说的关于周子枫的线索都是真的？夏教授，你和这位夏之宁认识？她和我亲妹从小抱错了，在我家生活了22年。你为什么要扼杀之宁报治安的权利？要是我没有及时赶到，他很可能就没命了。季同志，他怎么就扼杀了他报治安的权利了？
杨组长，我发现周子峰的踪迹时就报治安了，结果夏征打电话来质问我，说我谎报治安故意引起他注意，还说我再报治安就行政拘留我。夏教授，你怎可如此武断？要不是季同志及时赶到，周子峰恐怕又要犯下一桩血案。杨组长，不是我武断，是这个夏之林就是个撒谎精。好了，事实就是如此，不要再争辩了。季同志，你这次立了大功，个人3等功是跑不了的，你所在的镇派出所也能获得集体荣誉。杨组长，通缉令上说提供线索能奖励50万，我能有不？奖金不会少了你的，我回去就和上面打申请，保证1个月内到账。哼，这次算你运气好，落魄贫穷的山鸡注定成不了凤凰。这次某只山鸡好像比凤凰飞得还高呢。你傻叉！夏之宁，你给我等着！早餐在锅里，等哥发工资，给你租个更好的房子。有这样的哥哥真好啊！我要努力找到新工作，不给哥哥添麻烦。喂，是我的面试通过了吗？夏小姐，您特别优秀，但是我们收到消息不能招您，祝好。喂，我堂堂江城顶级兽医，投了那么多简历，竟然找不到一份工作。早知道我就不骂夏征了，他这是要赶尽杀绝呀！哼，夏之宁，你霸占了我22年属于我的富贵人生，你不会以为被我赶出夏家就万事大吉了吧？放心，这只是开始，我要一点点毁掉你的一切，让你永无翻身之日。你不是想找工作吗？那我来帮你安排一个好去处。你好，你就是通知我来面试的陈先生吗？不用面试，以后你就是森玉动物园的园长兼负责人啊。这是园区相关资料以及公章。夏园长，祝您入职愉快。我就这样成为园长了？陈，跑这么快，我怎么感觉有坑啊？好啊，你终于出现了！你们园区的狮子咬死了我女儿小周，你要对她的死负责！大叔，你弄错了，我今天刚到岗，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呢。你这工牌上写的你是动物园园长没错吧？这个动物园的狮子把人家小姑娘的头都咬掉了，他是园长，让他赔钱。没错，人头到现在还下落不明呢，不知道是不是进畜生肚子了。叔，我真是今天刚上任，要不你先带我去看看什么情况？这丧彪都成细狗了，能啃动人头吗？治安员同志，我找到动物园负责人了。治安员同志，我是第一天到岗报道，不信你看，这是我今早收到的面试通知。姚天河，你别为难人家小姑娘了，她就是个顶包的。根据这具无头女尸的伤口界面来看，她并不是被狮子咬死的，这是一起凶杀案。小周向来乖和懂事，怎么会招惹杀人犯呢？可我派人将动物园摸遍了，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痕迹，或许这里根本不是杀人的第一现场。监控呢？断电了，什么也没拍到。这个新园长看起来很穷的样子，会不会养不起我们？对哦，我能听懂动物说话，只要我挨个询问这里的动物，不就能得到凶手的线索了？治安侦查专家夏征教授来了。你怎么在这儿？你跟踪我？夏教授，这位是今天刚上任的园长兼负责人。
碰上你果然没什么好事。总比某位知名治安侦查教授差点放跑 A 级通缉犯好。凶手使用的是普通家用刀具，并且至少来回切割了20次以上，像是在享受这个过程。还有这处伤痕和去年那起未破获的无头男尸案伤痕特征基本吻合，死者也是被普通刀具反复切割致死。夏教授，动物园附近的监控拍到了一个黑影，目前只能确定凶手身高1.7米左右。全面封锁动物园，开启地毯式搜查，直到凶手落网。这个动物园本来就亏损严重，现在岂不是更没人进来？那我们不得活活饿死在这儿啊！我本来就吃不饱，往后更难熬了。不行，不能封锁动物园。你要是1年没找到凶手，动物园1年没收入，这些动物岂不是会活活饿死？动物园里的动物会不会被饿死，是你要考虑的事，和我有什么关系？行。那你把爪盾疫苗的技术分红发给我。你还不知道吗？你研发的疫苗在第3期测试阶段出了问题。不可能，明明前2次测试都是好好的。还好青青发现了问题，不然等上市后出了事，我们夏家都要被你祸害破产。不可能，这根本不可能。你还有脸问我要技术分红？要我给你也可以，你向青青下跪道歉，承认是你推了他。或许我还可以考虑接你回去。我说过很多遍了，我没有推夏青青。那你的要求一切免谈。都怪那个男人，非要往狮子园扔尸体。你们看到凶手扔尸体了？你能听懂我们说话？对啊，你们不是担心会饿死吗？只要你们告诉我昨晚发生了什么，我就能拿到奖励给你们买口粮了。昨晚有个戴鸭舌帽的男人背着一个大袋子翻进了狮子园的栅栏，然后他从袋子里抖出来一具女尸。那个男人可变态了，当时尸体的脑袋还在，是这个男人拿着一把小刀一点点割下来的，还边割边笑。那你们有没有看清他的长相？看到了，看到了，他鼻子塌，眼睛不大像藏狐，细成一条缝，脸特别方，鼻子旁边还有颗痣。救他！那这个男人将尸体的头颅割下来后，带去了哪里？哎呦！这只臭乌鸦知道，我昨晚想吃脑花自助餐，就一路跟着那个男人。他带着头颅去了一些废弃工厂的地下室。那你能带我过去吗？你还是报治安吧，那地方很偏，阴森得很。喂，哥，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芝娘，这只乌鸦是在给我们带路吗？园长大人，地下室就在附近，我先去探探情况。哥，小乌鸦让我们等一会儿，他去打探情况。你能听懂他在说什么？虽然很离奇，但我突然能听懂小动物说话了。哥，我不是神经病，无头女尸的脑袋真的就在这儿。我相信你，你能和动物无障碍沟通，不愧是最年轻的兽医专家。园长大人，地下室有人，除了那个变态杀手，还有一个被绑起来的女人。他应该是又要杀人了，我看见他正在磨刀呢。哥，乌鸦说凶手就在地下室，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个被绑起来的女人，而且凶手在磨刀了。志宁，你现在报治安，我先去地下室看看。醒了就好。比起昏死过去，我更喜欢人清醒的时候。亲眼看着自己的喉咙被割开，多有意思啊！去死吧！不许动！治安员！老实点！哥，我报过警了，治安员马上到。报治安人怎么不见？杨组长，你被夏志宁骗了。
他就是想引开警力，好让动物园继续开业。治安员同志，人质已经得救了。这怎么可能？报告杨队，这是犯罪嫌疑人，地下室还有他的作案凶器和无头女尸的头颅。是。又是你们兄妹？第一次抓到嫌疑犯是幸运，这一次不会也是巧合吧？杨队，我怀疑他们是歹徒同伙，与歹徒闹掰后为了钱举报他。你这人怎么说话的？小夏才不是歹徒同伙，他能和乌鸦沟通。这次就是他们兄妹俩跟乌鸦一起救了我。医疗车怎么还没到？受害者已经出现幻觉，开始说胡话了。他没有胡说，我的确能听懂小动物说话，因为我是资深动物沟通师。这次能这么及时发现歹徒的老窝，多亏了这只乌鸦给我提供线索。杨组长，我看这个夏之林简直满嘴谎话。他在夏家待了20多年，我怎么不知道他有这种本事？小夏，你快证明给他们看，你真的能和动物沟通。来，小乌鸦下来。有好处吗？没好处免谈。夏之宁，你嫌不嫌丢人？夏同志，如果你不能证明自己，小乌鸦，你乖乖听话，发奖金了，我给你买条金项链。园长大人，你最好了。乌鸦成精了。你飞到这个人头上去，遵命。走开！园长大人，我再给他来波大的。臭鸟，你别让我逮到你！嘿嘿，臭死你！夏之灵，你敢让他在我脸上拉屎？不可以随地大小便，知道吗？下次一定拉他嘴里。小夏同志，看来是我落后了，原来真的有动物沟通师。杨组长，不能信他，这一定是巧合。夏正，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夏正，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赌什么？就赌你身后的那辆巡逻车上有几片叶子，车高2米，我可没法作弊。如果你输了，我要你当众向我妹妹道歉。好，去吧，小乌鸦。园长大人，车顶上有3片叶子。怎么样？这只臭鸟告诉你了吗？3片落叶，杨组长，你派人一看便知。去看看。组长，真的是3片。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哦，我知道了，你早就想好对策了是吧？这个废弃工厂一共3层，你在里面就能看到车顶上有几片树叶。小乌鸦，咱们不跟傻子计较。你看杨组长的领子歪了，你帮杨组长整理一下。这好像是个官儿啊，那我得好好巴结一下。哈哈哈，看来真是我落伍了，原来真的有动物沟通师。怎么样，愿赌服输？你一个大男人，不会输不起吧？就是，道个歉磨磨唧唧的。夏教授，你是应该好好跟小夏同志道个歉。你几次3番对小夏同志的侦查方向提出质疑，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治安侦查工作讲求的是实事求是，你的态度对得起这4个字吗？杨组长，你需要解释的对象不是我，是我的问题，对不住了，夏同志。程程啊，我的女儿！程程，爸妈，我没事。居然是江城首富陈总。陈总，久仰，就是你救了我的女儿，太感谢了。爸，你怎么连救命恩人都能认错？爸，这2位才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位小夏妹子发现我被坏人绑到了地下室，是她报的警，治安员才能及时赶到。这位是她的哥哥季书允，他破门而入，把杀人犯摁在地上，可厉害了。对不起，我女儿失联6个小时了，我急昏了头，认错救命恩人了。小姑娘，谢谢你们救了我女儿的命。手头也没什么感谢的，这个镯子你拿去玩吧。这么好的品相，得好几百万了吧？一点博弈，小同志你别嫌弃。300万，运营动物园的费用也着落了。这怎么好意思呢？夏之宁，你是在替你哥哥变相受贿吗？季书云是塘乡派出所的治安员，他的救人行为是公务关联，私下接受馈赠，可是违规受贿。差点忘了我哥已经上交国家了，100万富翁的感觉，我只体验了3秒。这是我们个人表达的感谢。他们2位可是冒着很大的风险救了我女儿，怎么还不能收呢？女士，这确实不合规定。
在职人员不能收礼。你说是吧，季治安官？哥，咱不理他，他就喜欢拿腔拿调、装模作样，还治安侦查专家呢，一个犯人都抓不住。夏之灵，你敢羞辱我！你敢动我妹一下试试？好了，大庭广众之下，你们像什么样子？这个混蛋不是不让你们收钱吗？没关系，我让我爸给动物园捐款300万，这下总不算行贿了吧？你简直是我的活财神呐！哇，新家空气好好啊！可是员工都吓得离职了，这么大的动物园，我身负重担。你怎么来了？夏园长，你别怕，我是来道歉的。治安员通知我说找到了凶手，我昨天急昏了头，非说是狮子咬的，还那样对你，害得你们动物园生意惨淡。对不起。不是的，该说对不起的是那个杀人犯。夏园长，我想时不时来这里看看，毕竟这是我女儿最后待过的地方。你放心，我会买门票，还会干活，什么活我都能干。门票倒是不用了，不过你懂直播吗？直播？园长，我弄好了。我看看。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动物沟通直播间，我是园长小夏。园长，长颈鹿拉屎了。好你个长颈鹿，直播第一天你就给我使绊子是吧？哟，这不是夏家的那个假千金夏之年吗？被赶出去后，怎么落魄成这样？动物园直播铲屎，笑死人了！还号称动物沟通师，招摇撞骗。霸占别人的位置，享了20多年的福，现在混成这样，活该！我去，人气真不错呢。怎么好像都在骂你啊？哎，黑红也是红嘛。哟，评论区都是老熟人呢。你们高中的时候找我抄作业，现在找我看脑子，这么爱我啊？谁抄你作业了？小爷我住大平层，开法拉利，你只能铲屎。我得让大家都看看，你这个年级第一找不到工作，在直播间搞诈骗，丢不丢人？1万块，谁这么豪横呢？大夫救我！我女儿记恨我阉割了她的小黄毛男友，每次在我吃饭前就跳上餐桌，把我的饭踹到地上，还对我发脾气。你看，简直下死手！大夫，他是不是在骂我啊？我感觉骂的可难听了。不对，他不是在骂你，他说的是你有危险。可我感觉我最大的危险就是他，他一直用喵喵拳打我，可疼了。夏之宁听不懂小猫说话，已经在胡说了。这个主播说的危险是要被喵喵拳揍的危险吗？你家是不是有一个叫蔡阿姨的住家保姆？你怎么知道？玉媛告诉我的。大夫，你还知道我女儿叫玉媛？我还知道你的名字呢。打住！叫沈。打住，祖宗！求你别说了，我可不想被大家查户口。玉媛，你别担心，姐姐今天就帮你解决。谢谢姐姐。玉媛，你为什么这么听她的话？你到底是谁的猫啊？少爷，早餐齐了，需不需要我把猫带出去？不用，玉媛今天很听话。那就好。搞什么啊，在这里故弄玄虚？报治安吧，菜里有毒！这群演员要是敢真报治安，我倒立吃屎！喂，治安员叔叔，有人要害我。还真报治安了，等会儿来的治安员不会也是演员吧？好像不是剧本，再看看。难道主播真能听懂小动物说话？大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玉媛每次踹翻你的饭菜，不是对你怀恨在心，而是蔡阿姨在饭菜里加了东西。啊，玉媛是怎么知道的？玉媛之前每晚趁你睡着后，都会溜出去和橘猫约会。有天晚上，她在小树林撞见了蔡阿姨。有人给蔡阿姨一瓶东西，让她加在你的饭里。难怪玉媛每次都会踹我的饭碗。
你有蔡阿姨保姆房的钥匙吗？有的。保姆房储物柜有一瓶塑料眼药水，其实就是毒药。园长，要不歇歇吧？大夫，你没事吧？你别嘎巴一下死我手机里了。我身体不太行，老毛病了，歇会儿就行。是你报的警吗？对，有人在我菜饭里下毒，就是这间房。治安员叔叔，毒药就在这里，但是门太重了，我没有力气。仔，你离那块远点，危险。看这猫的反应，这里有异常。仔，就是这个。无色无味的液体，先测测是不是重金属超标。不好，是钛元素超标。治安员叔叔，这是什么东西？这么说吧，它以前是用来做老鼠药的，长期摄入会导致痴呆和器官衰竭。啊！我已经在家吃了好几顿饭了，都是蔡阿姨做的。就是她！不许动，老实点！大夫，你真是神医呢，感谢你保我狗命。不过我得先走一步去趟医院哈。我靠！我只是想来吃个瓜，没想到亲临帽子叔叔抓人。看来主播真没说谎，关注了。我只是在朋友圈听说贾千金被赶出豪门后沦落到铲屎，也没说人家是这么牛逼的动物沟通师啊！感谢大家对森宇动物园的关注。园长，哥，给你添麻烦了，害得你请假来照顾我。你别担心，我就是营养不良。说什么傻话？托你的福，我被借调到市局来工作了。真的？那咱俩就离得更近了。杨组长说，借调期间也是考察期，考察通过了，我就能正式在江城总局工作了。哥，我相信你的能力，你一定能留下来。杨组长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个屁破案顾问，月薪1万，5险1金，受益人夏之灵。杨组长让我问问你，有没有兴趣接这个兼职？只要小动物发现案件线索，你就报给他们，治安方还会给你额外的奖金。愿意，我当然愿意。那咱们以后就是同事了。哥，我们兄妹俩的业绩一定要碾压夏征，我要用实力告诉他，我夏之灵离开了夏家会过得更好。沈一，我朋友的狼犬动不动就发疯，你能不能帮忙去看看？治好了跑路1000万。多少？1000万？今天是很重要的生日宴，等会儿狼犬会被带出来，你拿着请柬先进去，我一会儿去找你。这不是夏之灵吗？被夏家扫地出门的贾千金，也不知道怎么混进来的。他害得夏青青骨折了，他还有脸来？是打算求着夏家把他接回去吗？不听，王八面精，疯狗乱吠不能影响我的实力。之灵，你终于想清楚要回夏家了吗？天哪，夏青青不会要坐一辈子轮椅吧？太可怜了。我听说啊，是夏之灵研究的宠物疫苗出现了问题，还是夏青青亲自发现的。难不成是夏之灵怀恨在心，这才推了夏青青？之宁，我前几天刷到你在干直播，很辛苦。夏家其实很欢迎你回来，毕竟你和爸爸妈妈也有20多年的感情。狗饿了，知道回来了。青青，夏之宁伤了你一条腿，你可不能轻易原谅他，至少得让他跪下来给你磕头谢罪。许瑶，没看出你有给人当贴身婢女的癖好啊？从前帮我拎书包，现在帮夏青青推轮椅，的确像饿了围在主人身边打转的狗。你还挺会总结自己的。夏之宁，之宁，我知道你是因为我抢了你的位置，你心中有气，你不愿意道歉没关系，一家人和和气气最重要。虽然你的疫苗出了问题，但是我还是相信你的实力。回夏家吧，我们一起把夏家的宠物领域做大做强。凤凰就是凤凰，这格局就是比小肚鸡肠的山鸡大多了。想踩着我上位，树立你夏青青大度的名声，你做梦。那就麻烦你帮我收拾一下喽。你这么善良，应该不会介意吧？志莲，你何必这样刁难我？我本来腿脚就不方便，又不是我弄伤的，我干嘛要心疼你？有些事情你心里清楚，没必要在大庭广众之下给自己找不痛快吧？夏青青，我今天可不是来跟你道歉的，也不是来求着夏家接我回去的。我参加这个宴会，是有人邀请我来给一只狼犬看诊。狼犬？你不会说的是顾少的那只救命狼犬吧？
就凭你这点雕虫小技，也配得上顾家的邀约？可笑！少爷，沈公子介绍的动物沟通师就在大厅里，把他带出去，先让暗星会会他。这狗最近性情不稳，要是伤了人可怎么收场？正好借此探探他的本事。要是他没几分能耐，只会招摇撞骗，被狗咬了，也是他自找的。我们青青夏氏宠物医院总院院长，才是特别受顾家邀请来给顾少的狼犬看病的，而你就是个道德败坏的撒谎精，吹牛都能吹到枪口上。也是，顾老爷子的生日宴怎么会邀请夏之灵呢？也不知道他怎么进来的。他的请柬该不会是陪睡陪来的吧？那也太惨了吧！他的金主给他置办的这件礼服，像是抄袭顶尖设计师 Siren 风格的杂牌。这位小姐，你的眼神到底是好使还是不好使呢？这是我本人最新设计的衣服，还未正式公开。夏小姐是全球首穿，而我就是你口中的顶尖设计师 Siren。你是 Siren？ 对不起，是我眼拙。一楼所有人赶紧散开！顾少的狼犬失控了！夏大夫！快跑！敌人的空袭来了！这是一只有战后心理创伤的军犬。别怕，没事的。人别怕，有我保护你。乖狗狗，空袭结束了，我们安全了。你让我起来好不好？我们已经离开了战场，现在在一个和平美好的地方。人不要害怕，我们待在一起很安全。对，我们很安全，这里没有战争。你听，周围只有欢快的音乐。快，弹一首欢快的曲子。人，我在等我的主人过来，他是特别厉害的医生，会检查你有没有受伤。你的主人是战地医生吗？安心，主人，这里有伤员。你就是沈加尔带来的动物沟通师？是我。时间宝贵，赶紧给安心看诊吧。顾总，刚才他被失控的狼犬扑倒在地，是我妹妹夏青青将狼犬安抚住，救了他。顾总，我是夏氏宠物医院院长，今天来给您的狼犬治病。夏之宁，青青被你害得摔断了腿，刚才还不计前嫌救你，你连句谢谢都不会说吗？顾先生，时间宝贵，还是赶紧给安心看诊吧。夏之宁，我在跟你说话，你聋了吗？夏小姐是我沈家请来的贵客，请你放尊重点。沈家，你倒是能耐了，竟攀上了沈家这棵大树。不是他攀上了沈家，而是我，沈家独子沈加尔有求于他，明白了吗？传媒沈家少爷眼高于顶，夏之灵到底有什么能耐，能让沈加尔都求他办事？顾哥，我亲眼看见夏之灵安抚好了安心，而这个女人不仅抢了夏之灵的成果，还在这装无辜，真是塑料袋成精，够能装的。沈先生，你怎么能为了讨好之灵就颠倒黑白呢？沈少爷，宴会厅中大家都是有耳朵的。的确是夏青青小姐让我弹欢快的曲子，这只狼犬才平静下来的。安心，刚才是谁让你安定下来的？安心，别怕，我们已经不是在战场上了，这里很安全，没有敌人空袭哦。他怎么会知道这些？哼，夏之灵，你还有什么话说？你三番五次针对青青，心思歹毒，我是不会让你回夏家的。淑仪小姐，这个女人手上和身上的味道不对劲，我闻着好兴奋，好上头。
你做什么？离青青远点！谢谢。你刚刚发现了什么？顾先生当过战地医生，应该很熟悉训练犬围着人打转摇尾巴的姿势，代表什么含义吧？继续。这不是示好，而是防止嫌疑人逃跑。你胡说！我刚刚闻到了。夏青青的手上有内酚肽的气味，而内酚肽能让小动物产生兴奋感。夏之宁，你什么时候鼻子和狗一样灵了？既然不信，那我们验证一下。不只是狼犬，其他小动物也很喜欢闻这个味道呢。小乖乖鼠们，这里有超多美味，赶紧拖家带口、呼朋唤友来享用啊！我看你真是疯了，这里怎么可能会有老鼠？哇，那个女人好香啊！老鼠，好多老鼠！该死，哪来的老鼠？走开，走开！别怕了，救我！救我！别急，我来救你了。夏之灵他……青青，你的腿！我早就说了，夏青青不是我推下楼的，可惜没人信我，那我只好自证了。你干什么？你的小腿肌肉紧实，根本没有萎缩痕迹。我就这么按着，要是真骨折，早该疼出汗了。你倒好，连眉头都没皱一下，装什么柔弱卖惨？我，天哪，他的腿根本就没有断，装的可真像啊，连石膏都打上了。真千金居然用这种手段害人，这是在外面长歪了。青青，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哥，我知道错了，我下楼时没注意摔了下去，正好志玲也在，我就以为是志玲推的我。哥，我刚回夏家，而你们和志玲却有20多年的感情，我就是太害怕了，怕你们不要我，所以才假装腿伤严重，我真的知道错了。青青，别这样，快起来。血脉相连的终究是不一样，就算撒下弥天大谎，也能被轻易原谅。志玲，青青已经知道错了，误会也解开了，今天就搬回来住吧。不过你要谨记自己的身份，凡事要以青青为先。夏征，你是不是太看得起自己了？夏家这种地方也配得上我稀罕？你够了！今天是我顾延松的寿宴，你们夏家的家事自己回家处理。这位夏之明小姐，既然不是我邀请你来的，你和夏家也没有任何关系，那就请你现在离开我的寿宴。爷爷，夏小姐是我请来专门给安心诊治的医生，赶人不是顾家的待客之道。爷爷，你这里要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带夏小姐先离开了，时间宝贵，安心的病耽搁不得。刚刚顾怀也帮我解围，是你让他这么做的吧？谢谢啊。顾哥出面，我也很意外，不过我后来明白了，大概是因为他在你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顾哥有2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比夏青青还能装，心也更狠。顾哥被后妈送去当战地医生那2年，他们直接买通国外的雇佣兵去杀他。怎么会这样？不过顾哥都挺过来了，你看现在谁敢惹他？医生小姐，你没有属于自己的小房子吗？什么？这是暗星的狗狗房？我有破防，算不算？沈嘉尔跟我说你能听懂动物说话，那你应该知道暗星失控的原因是什么。暗星是患上了犬类创伤后禁忌症，他的失控是因为混淆了现实和在战地的记忆。顾哥，你和暗星的症状一模一样，你是不是也有创伤后应激症？只不过你是失眠，暗星是失控。夏大夫，狗能治，人你肯定也没问题吧？双倍功德啊！我给你2000万，但是你要24小时待在我身边，以防出现突发情况。24小时？那我的动物园怎么办？不行，干脆你带着暗星一起住动物园来，
沈佳儿说了，你的办公楼就在附近。抱歉，夏小姐，我从不迁就任何人。那顾先生另请高明吧。慢走不送。不好，马上要下暴雨，很可能会发生山体滑坡，有危险。怎么又是你？大家不能下山，马上要下暴雨了，很可能会发生山体滑坡。你瞎说也得有个依据吧？我看你是舍不得走，编个瞎话，好留在这儿继续缠着怀野。松间庄园也不是什么稀罕地，今天是您的寿宴，我只是不想让喜事变白事罢了。我告诉你，我现在下山是要去签一个紧急合同的，耽误了时间，你能负得起责吗？下山的路我找人拦了，今天谁也不能出去。顾爷爷，我查过了，今天是晴天，不可能有雨的。哼，我看你是存心想拦着我，让阿泽签不了合同。你弟弟已经被你整得倾家荡产了，你还不满意吗？现在又跟这个女人来联手气我，随你怎么想。姐姐，姐姐要下雨啦！马上就要下雨了，我们走。哎，你们等等我呀！大晴天打伞。哥，夏之宁是给顾总下蛊了吗？这么大的雨，要是在盘山公路上开车，不知道会有多危险。难不成夏之宁说的是真的？老爷子，盘山公路山体滑坡，下山的路被堵死了，今天小少爷的合同恐怕是没法签了。庄园突发命案，所有宾客立刻回房，禁止外出。又死人了！我是误入了柯南剧本吗？看不了尸体就出去，也不知道杨组长怎么想的，聘你当顾问。老娘，等治安方来，你急也没用，注意血压。死的不是你儿媳，失踪的也不是你孙子，你当然不着急。林爷爷，我哥哥叫夏征，是治安方特批的破案专家，他已经在案发现场了，相信很快就能揪出幕后凶手。只要你们帮我找到孙子，我宁天城必有重谢。你在这儿做什么？这是你该待的地方吗？顾老爷子，我是江城总局的特聘顾问，我有独立调查权。志宁，你这个顾问身份，怕不是花钱买来镀金的吧？宁老先生，可以给我一张您孙子的照片吗？多一个人多一份力。我孙子宁可3岁半。我去花园看看，有线索了立马通知您。哼，一个人去办事，这不是去送死吗？别到时候出了事找我顾家负责。哎呦，我的屁股墩好疼！别看我，好丢脸。摔倒有啥丢人的？小蝙蝠，需要帮忙吗？你能听懂我说话？当然，我是兽医。有人来了，是你朋友吗？小美人儿，大晚上的，怎么一个人在树林里晃啊？是准备和秦哥哥我约会吗？谁敢欺负我宝贝孙儿？就是他！我操！就你欺负我乖孙，老娘今天杀不死你！救命！救命啊！对了，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孩子？就是他。我见过。一个穿格子西装的男人抱着她去了盘山公路的山洞里，那是我三姑奶奶的窝。加油，翻过了这堵墙，就是盘山公路了。谁在那儿？是顾怀夜的声音。
是我，夏之灵，我知道凶手带着孩子藏哪里了。扶我下来，我好晕。没吃饭？别管我，凶手要带着孩子跑路了。指路。他就是凶手！别过来，不然我杀了他！都退后！你要什么？钱、车，我都可以安排，只要你把孩子留下。我要。我去你的！你他妈谁呀？治安员。死者腹部刀伤是致命伤，根据伤口形状来看，凶器是把锋利的匕首。从地面的血脚印可以推测出，凶手穿41码的鞋，体型偏瘦，而且牛奶里掺了安眠药。这也是为什么凶手在带走孩子时，并没有传出哭闹声。天杀的畜生！杀了我儿媳，还给我孙子喂安眠药，可才3岁呢！宁老先生，您别着急，目前我们可以顺着鞋码和身形排查客房的宾客和工作人员。青青，你哥不愧是破案专家，比起那个夏之灵，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大概这就是特聘顾问和特聘专家的区别了。哎，也不知道之年查的怎么样了，不会是一无所获，不好意思回来吧？看来我让你失望了。宁老爷子，您孙子已经找到了，凶手也落网了。什么？那个废物竟然让夏之灵安然无恙的回来了！我的乖孙啊！怀爷，这份恩情我……您谢错人了，是夏小姐通过动物沟通锁定了凶手位置，这位季治安官亲手将人抓获。又是他们，这怎么可能？季书院一个乡镇小治安员，怎么会比夏征还厉害？我只是碰巧收了个尾，真正救出孩子的是顾先生。刚才还针尖对麦芒，这会儿倒互相客气起来。放开他！这位治安官，不是我不想放，是你家这位连站都站不稳，非要赖在我怀里。宁老先生，这次夏小姐才是首供。对，是我妹妹提供的线索。夏小姐，这是我宁某人的私人联系方式，往后但凡有用得着的地方，你只管开口。这个夏之灵，他凭什么这么好运气？宁老先生，您客气了。这个男人，就是杀害您儿媳的凶手。怎么是你？这个人并没有出现在宾客名单上。宁老先生，您认识他？他叫陈和胜，是我儿子交的酒肉朋友。呸！什么朋友？我都要被追债的逼死了，你儿子却对我见死不救，那就别怪我心狠，带走他儿子比你们宁家拿钱了。你要钱也就罢了，为什么要杀死我儿媳妇？那就要问你儿媳妇了。你猜我是怎么混进庄园，又混进了他的房间？他不让我带走可可这个金疙瘩，把我逼急了，不然我还舍不得杀他。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春宵一刻也是情啊！你这个畜生！季治安官，辛苦你了，总算抓住了这畜生，绝不能让他逍遥法外。顾老，你不光是身子老了，连看人的眼光也跟着不中用了。哼，还特聘专家呢，
本事还不如人家一个小姑娘。你们兄妹俩，我算是看明白了，一个满嘴大话撑场面，一个实力平平，根本拿不出手。有些人啊，图有响亮头衔，反倒不如踏踏实实做事的人。夏教授，你觉得呢？你低血糖发作时服用1颗。花言巧语，今天要不是你拦着我，我非得用电滚好好收拾这个登徒子。哥，树林里的那个男人查出来是什么身份了吗？他叫许哲，说是抽烟时看你长得漂亮，一时鬼迷心窍起了歹心。知宁别怕，就算他被放出来，有我盯着，他绝不敢再招惹你。许哲，许瑶的哥哥，看来这件事里还有夏青青的手笔，只可惜眼下没有证据。没关系，这笔账我记下了，早晚有一天我会亲手讨回来。小夏同志，情况紧急，一名国家游泳队成员突然失踪，请你立刻归队协助调查。你好，我是这起案件的破案顾问，你可以叫我小夏。我是游泳队教练陶阳。这次失踪的蝶泳选手叫岳晨舟，昨晚8点，他离开游泳基地后，不知道接到了谁的电话，一直往东边跑，进到监控死角后消失了。看来得弄清楚是谁给他打的电话，又说了些什么，才让他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小夏同志，你一定要帮我找到他，3天后就要比赛了，只有他在，我们才有拿下金牌的希望。陶教练，你有岳晨舟的照片吗？小猫咪，刚才的情况你都听到了吧？帮我找找这附近有没有目击证喵。姐姐，包在我身上。小夏同志，你这是？我是动物沟通师，能够让小动物帮我去搜集线索。陶教练，不好了！不知道是谁把岳晨舟失联的消息爆料到网上了，说他根本不是失踪，是被富婆包养带走的。造谣！这一定是造谣！小岳这孩子家里条件是不好，但肯定不会做出这种事情。陶教练，据我所知，这是高端运动俱乐部，需要验资超过5000万才能进去。岳晨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是有什么商业活动吗？小岳逍遥在这里录制公益游泳课程。至于他为什么慌张离开，我也不清楚。陈舟最大的心愿，就是那块世界级金牌，用奖金带他父亲去首都医院治尘肺病。他备战到手指都磨破了皮，怎么可能主动放弃比赛？那些说他被包养的人，简直是在侮辱一个运动员的尊严。陈舟不会无缘无故失踪，他一定是遇到危险了。夏侦探，只要你能平安找回陈舟，我愿意把这次比赛的所有奖金都给你。我们也一样。瞧我这记性，如果能及时找到岳晨舟选手，我们游泳队也会奖励你20万。听说你还开了个动物园，我们的明星队员都可以为你的动物园做宣传。钱就不用了，但宣传动物园可以啊！这么多帅哥坐镇，再也不用愁动物园门票卖不出去的问题了。姐姐，我没找到目击证喵，但我找到目击证鼠了。但是目击证鼠好像快死了。什么？金毛大王，嘴下留鼠啊！想什么呢？我才不吃这种脏兮兮的臭老鼠，就是逗它玩而已。怎么，你是他家属？我不是家属，但你脚下的这只老鼠是帮忙寻找失踪人口的热心小鼠，它的情报对我来说很重要。哼，我凭啥白白给你？除非你给我一根香喷喷的肉骨头，一物换一物。喂，臭老鼠，再装死我就真的吃了你！不敢了，不敢了！原来你是在装死啊？那你告诉我，昨天晚上你看到了什么？昨天晚上我在垃圾桶里翻吃的，就听到照片里的男人接电话，他说怎么突然就病危了？等着，我马上到。可是我调查过，岳晨舟的家属都好好的，没人生病住院啊。那之后呢？你看到他去哪里了吗？我翻到了好吃的，没顾得上看。唉，线索断了。你要找的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就是这里。那天本王溜达到这里，看见有2个黑衣人将他打晕，扔进了面包车的后备箱。太
好了，这里有摄像头。小金毛，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求我那会儿叫金毛大人，用完了我就改口小金毛，你也太卸磨杀汪了吧！多亏了狗仔拍到的八卦视频，不然我还不知道那天在俱乐部偷听的是你。你们明知道药物有副作用，你们不仅不召回，反而扩大生产，你们还是人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就算出了人命，也就是赔几十万的事，利润可是赔偿金的上百倍。你们这群蝼蚁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视人命如草芥，简直畜生不如！怪不得他要绑架岳沉舟，原来是岳沉舟无意发现了他们非法制药的证据。我向来惜才，待会儿你可以好好感受一下我们独家研发的兴奋剂，除了我们，任何地方都检测不出来。你替我守口如瓶，我就保你安稳无忧，我们双赢，如何？不要！按住他！打完针，把保密协议签了，好死不如赖活着。你要是想自毁前程和我作对，我这儿也从不缺送你上路的手段。不要！我是职业运动员，我不能打兴奋剂。这可由不得你。扔掉针管，全部不许动！你们涉嫌绑架、谋杀、非法制药，我们现在依法对你们实施逮捕。小老鼠，你今天可是立大功了，等会儿奖励你一顿饼干盛宴。幸亏你们及时赶到，否则我……没事就好。等警情通告正式发布，网上的那些谣言都会不攻而破。这段时间难听的话可能会很多，你别放在心上。没事儿，我从小家境不好，各种苦都吃过，不在乎这个的。夏小姐，我可以和你拍张合照吗？刚刚季治安官说是你提供的线索，治安方才能这么及时赶到。没问题啊，那咱们去外面拍吧。给我提供线索的小家伙们都在外面玩呢，你顺便帮我宣传一下我的动物园就行。没问题。3、2、1。喂，姚叔。小夏园长，出大事了，有条蛇越狱不见了。哪一条不见了？是条毒蛇，麦氏竹叶青。是那条叫乌鸦的白蛇？对，我找遍了整个园区都没看到乌鸦的踪迹。乌鸦脾气暴躁，要是伤到人可就糟了。姐姐，姐姐，安星，你怎么来了？你主人呢？姐姐，主人有危险，他被毒蛇绑架了。什么？我去，乌鸦你在干什么？夏小姐，这就是你们动物园的待客之道吗？园长，我给你绑了个鸭园夫婿，你看怎么样？身材超有料，我帮你探过了。他要是抵死不从，我就爬进他的衣服里。嘿嘿嘿，看他服不服？你这条色蛇能不能别说了？还好国华也听不懂兽语。我发誓，这条蛇的一切行为和我没有半点关系，不是我教的。那你还不快给我解开！哦。他的嘴巴好软，天哪！我在胡思乱想什么？哦哟，原来园长大人是嫌我碍事，想亲自出马了。臭蛇，你再敢偷鱼私自行动，我就把你关禁闭。那个，你没事就行，我先回去休息了。怎么，撩拨完我就打算拍拍屁股一走了之？安心也不管了？你别胡说八道，我刚刚那是不小心，我……小夏院长，不好了，老虎隐刃突然要生了，但情况不太对劲。快跟我去接生！我对猫科动物的肌肉走向不熟悉，需要你指引下刀的位置。从这里下刀，顺着肌理的走向。好。压迫这里是老虎特有的止血点。好。哇，这就是隐刃的孩子，
真可爱。好了，这2只老虎可以交给饲养员来照顾了。哎呀，快扶下我，我脚麻了。就你这点体力，小心过劳猝死，我的狗还等你治呢。今天多亏有你在，闭嘴！这男人向来高冷的要命，今天主动给我擦脸，就是这手法太糊弄人了。顾华爷，你觉不觉得这毛巾有味道？是吗？这是平时给暗星擦狗头的毛巾。顾华爷，你故意的！怎么嫌弃？看到没，他嫌弃你。姐姐酱，你不爱狗狗我了吗？哪有，暗星，姐姐最喜欢你了。真没出息，你到底是谁的狗，这么喜欢跟着他？姐姐，不光我喜欢跟着你，我主人也喜欢跟着你哦。天哪，这话是我能听的吗？那个，员工宿舍有公共澡堂，你要洗个澡吗？我这儿有多余的工装可以给你换。也行。夏之灵，整我！求领养会暖床，我不是故意的，仓库里符合你尺码的，只有这件了。毕竟你太大只了。那你给我买一件正常的衣服。什么？好困啊！困得我都听不清了。顾先生晚安。夏之宁，你就让我穿这一身去酒店？主人，员工宿舍也可以睡。可以，这个动作很出片。脏死了，快把他带走！青萌账号粉丝破10万了哦，亲亲，恭喜啊！这些粉丝可都是冲着你这位馆长的神仙颜值来的。所以说啊，做生意要懂得抓重点。像夏之宁那个傻子，坚守个快倒闭的动物园，整天伺候那些老弱病残的动物，真是自讨苦吃，哪里比得上青青你这样的商业天才？那就给他的动物园添点负面新闻，我要一步步把他逼到绝境，看他还能撑多久。我这就去他账号底下带节奏，把舆论炒起来。这怎么可能？怎么了？森宇动物园上热搜了，是游泳运动员岳晨舟帮他宣传的，还有国家游泳队的其他成员。天哪！夏之宁带着小动物一起找到了失联的岳晨舟，还被国家队集体感谢。之前刷到过小夏园长说自己是动物沟通师，还以为是人设呢，没想到是有真本事。森玉动物园的小动物也太聪明了吧！明天就买票去看看。夏之宁，你怎么总是这么好运气，居然救了国家队成员，可真让你蹭了波大流量。青青，现在怎么办？给你。他能借国家队蹭热度，那我们就砸钱请明星给我们做宣传。利爪疫苗还有2个月就要上市，哼，到时候夏之庭连给我提鞋都不配。肚子好疼，可是不吃光的话又要被打了。狐狸生病了，夏青青都不管一下吗？这里气味好大，谁来救救我们？嗓子好疼，唱了1天了还让我唱，脸上打的腮红粉也呛得我好难受啊！夏青青所谓的室内动物馆，干的全是虐待动物的勾当，太可恶了！宝子们注意啦！下周6，青萌动物馆特邀一众爱豆网红到场参加体验活动，全程直播，明星嘉宾们会和馆里的小动物近距离互动，希望大家要多多支持哦。夏青青，你整日靠着拍假视频立人设蹭热度，要是直播当天动物集体出头，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自圆其说。小乌鸦，你要的金链子我已经买好喽，快，给我戴上，很合适嘛！哈哈哈，金链加身，福气满分，太有排面了。小乌鸦，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有事起奏。我需要你帮我。夏青青可真够大方的，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开动物馆博眼球，也不知过了今晚能不能回本。缺钱就和家里说，为什么要参加夏青青的动物馆活动？姐别打了，我也不想去，是他们给的太多了。陈诚，恩人，你看看这臭小子，竟敢接你死对头的活动，气死我了！小夏园长，谢谢你救了我姐姐，
但我最近手头太紧了，实在缺钱，我没顶住诱惑，就……但你别误会，我不是去帮夏青青拉人量的，相反，我还能帮你出口气。真的？那你帮我一个忙行吗？欢迎各位宝宝来到我们青萌动物馆直播间。青青女神今天好漂亮，这是素颜吧？青青太实在了，一点美颜都没开，后面门框都没变形。我带粉丝宝宝们参观一下动物馆。我靠，这是什么霸总文剧情？好配啊！青青，没事吧？谢谢。斯文多金贵公子和努力创业小白花，太有那味儿了。小夏园长，夏青青这个绿茶就是故意搞暧昧圈粉呢，你赶紧控场啊！我跟你说，这段肖可是个秃子。小乌鸦，让你的伙伴们都出动吧。段总可是富二代，赶紧给青青的动物馆投资个几百万吧！太想看强强联合了。收到暗号，全员立刻就位，马上开干！天哪，兔子是在歌颂爱情吗？也太可爱了吧！段先生，可以合照吗？当然可以。我的头发！你们看，这脑门亮的反光了。段总原来没有头发，我的头发，春鸟把我头发还给我！哎！我勒个豆！2块增高垫飞出去，我绷不住了。段先生，你没事吧？你走开！就这样的宠物馆，休想拿到我1分投资！糟了，段骁投资了很多家网红运营公司，得罪了段骁就相当于得罪了100来个网红。算了，走了一个段骁，这里还有不少投资人。可恶的段骁！小厨房特地为大家准备了以动物为主题的甜品饮品套餐，希望各位忘掉刚才的小插曲，轻松品鉴。接下来就看我弟弟的精彩表现了。这是我们动物园的特色饮品鸭屎香柠檬茶，采用的是新鲜柠檬和特色鸭屎香乌龙茶。夏馆长，你也太实在了吧！鸭屎香柠檬茶里真有鸭屎啊！什么？这也太恶心了吧！这不可能，我们后厨都是符合卫生标准的，大家不信可以去后厨参观。是吗？那我可得好好参观参观。嗨，差点错怪青青了。那片鸭毛不会是陈一朗为了博眼球自己放的吧？啊！我刚才吃的蛋糕就是这种地方做出来的。原来只有投资人来的时候，你才会临时把厨房收拾干净做样子。不是的，这些蛋糕我们都是从甜品店直接订购的。那你刚刚说是小厨房精心准备的，合着都是外面批发来的成品啊？后厨之前外包给其他团队，我完全没想到他们会弄成这样，是他们欺骗了我，真的很抱歉。以后我一定会加强监管力度，请大家相信我。哇，好可爱啊！为了表达我的歉意，接下来有请小动物们出场，为大家献上精彩表演。小夏园长，全员准备就绪，等你一声令下。小乌鸦，夏征来了，让你道上的大哥们警醒点，别被逮着了。女人，你低估了我的实力，给他夏征10个胆儿，也不敢动我道上的大哥。恩人，这只狐狸好像看起来怪怪的，瞳孔放大但眼神涣散，不好，夏青青应该是给他注射了兴奋剂。陈一朗，等会儿你这样做。接下来是我们的互动环节，有哪位嘉宾想和小白狐互动的呀？我来。又是这个刺头！各位请看，白狐的口腔黏膜有溃疡，牙龈呈青紫色，这是典型的慢性氟中毒症状。看，这就是氟中毒导致的唾液分泌异常。陈先生，你不是兽医，不要乱说。这只白狐精神的很，根本就没有生病。精神？那这个针眼是什么？陈先生，据我所知，你并不是专业的兽医，
你不会是同行派过来砸场子的吧？坏人，坏人，打了针，白狐生病他不管。连动物都看不下去了，动物会说谎吗？小乌鸦，该你去号令全场了。收到，收到。我喊我大哥出来亮个相。坏女人，吃我一掌！来人，快把这个臭狐狸弄走，弄走！大家伙别愣着呀，赶紧跑，去森玉动物园！快跑！海鲜队来了！青青，哥，快拦住他们！这些动物加上办证件花了我几十万啊！别乱动，这是金雕，国家1级保护动物，万一不小心伤了它们，判刑5年起步。吃我的。香煎鹅肝、黑松露炒蛋、水果沙拉、花椒鸡汤，这就是超能力的魅力吗？顾总，这也太破费了。别自作多情，我点餐时手滑多点了1份。你挺能耐啊！昨晚夏青青的动物集体出逃来投奔你，可是连特警都惊动了。物有生灵，他们被苛待自然要跑，我不过是顺水推舟。夏青青怕是气得脸都绿了，气死他最好。哥，这次动物集体月营出逃肯定是夏之宁策划的，他不是兽语沟通师吗？动物馆的监控有没有拍到相关的证据？拍是拍到了，但是你看，如果没人指使，这鸟怎么会如此聪明？哥，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才会让他这么讨厌我？青青，我们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是夏之林策划的。现在网络舆论不利于你，轻易把矛头指向他，大家只会觉得你乱泼脏水。可是哥，什么？河边出了命案，我马上来。这几次案件让季淑云他们出尽了风头，这一次我必须先破案，证明自己的能力。哥，现场啥情况？死者李远山，67岁，退休考古教授。今天早上6点47分，被晨跑的人在河滩边发现尸体，老人颈部有掐痕，治安方初步判断是他杀。考古专家能和什么人结仇？家庭关系怎么样？他有个爱跳舞的孙子，不过这祖孙俩关系并不好，经常吵架。现在他孙子还没到呢。不过有一件事很可疑，死者在3个月前买了一份意外保险，受益人从他的女儿变成了他的孙子李岩。我去河边看看。我看过了，水很浅，没有货物。夏之宁，你不会又想指望你的动物朋友帮忙吧？可惜这河里连条鱼都没有，我倒要看看你靠什么破案。法医说死者的死亡时间是晚上，你想想看，晚上的河滩会有哪些小动物出来活动？夜鹭、水獭，它们都是夜行动物。对啊，说不定咱们的目击证人正在睡大觉呢。破案不能急，不能丧失信心。那我就等着你大显神通，别到时候下不来台就行。夏教授，有重大发现！从淤泥里挖出来一串檀木手串，上面刻着李字。有围观群众认出，这就是李元山孙子李燕的贴身物品。手串的珠孔有暴力拉拽的痕迹。爷爷，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该跟你吵架。李岩，你涉嫌谋杀李远山，跟我们走一趟。我杀了我爷爷。这家伙是通过刚刚的调查有了证据吗？这手串是你的吧？上面的拉拽痕迹，很明显是死者在挣扎的时候从你手里拽下来。这手串怎么会在这儿？哼，你爷爷购买的意外险保险的受益人在3个月前从你姑姑变更成了你，而就在3天前，你和死者大吵一架，因为死者不肯借钱给你参加比赛。所以你动了杀心，你熟知死者平时在河边的散步路线，于是趁机将他推入水中，以此骗取保险赔款。放开我！不是我做的，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做，你们不能抓我，不然很多人的努力都会白费的。你身上背着条人命，还要控管其他事，带走。等等，尸体周围的淤泥有问题。正常情况下，退潮时，水流会把所有东西都往下游带，但尸体周围的淤泥却有被人向上拖拽的痕迹。死者是被人抛尸在这儿，而且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作案者更像是有船只从船上抛尸下来，尸体一直拖在水里才会泡肿。这些都只是你不成熟的推测，而我现在抓到的这个人有物证，有作案动机，我会在24小时内让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吐出来。至于你有你的想法，
那就请季治安官自己慢慢查喽。收队。不是我，不是我！哥，天还没黑，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先去李艳平常练武的地方看看，确认一下李艳的不在场证明。什么？李艳被抓了？我靠，这下完犊子了！燕哥绝对不可能杀人，他明天下午能被放出来吗？你放心，目前只是治安方协助调查，24小时内如果找不到直接证据，就必须放人。那就是明天上午11点才能放人，而且要吃饭、赶路，路程就得1个半小时。可明天下午1点就要参加视频录制了。你们是要参加什么很重要的比赛吗？不是我们，是燕哥的比赛。燕哥用他爷爷的考古文献做参考编的舞，他要让全世界都看看这些牛掰的中国古代文化都是他爷爷发现的。案发当晚，李艳在哪儿？燕哥每次和爷爷吵完架，去的都是偏僻的地方，那边没有监控。2位治安官，求你们帮帮李艳，明天夏无虞的前途也是为了他爷爷的心血能被亮给世界看呢。这是燕哥最大的心愿。哥，我感觉李艳不是凶手。他虽然经常和爷爷吵架，但他打心底是认可爷爷的，怎么可能会为了钱杀害亲人呢？现在的情况很尴尬，没有实打实能定他罪的直接证据，同样也没有任何证据能把他摘出来。重大发现，找到目击证鸟了，快跟我来！真的？当然，我金雕大哥可是一呼百应。江边这些小水鸟，谁见了我大哥都得跪地求饶。不过你们先把鱼桶藏起来，我怕到时候啥都没问，这些家伙就开始抢鱼了。各位夜路朋友，我是治安方的侦探，请问前天夜里你们看到什么了？我是这片水域的主理人，不过嘛，我们夜路一族的情报可不是免费的。就是，至少1条线索换3条小鱼，不然这么劲爆的消息才不便宜你们人类。蠢货，要这么少？3条线索换1条小鱼，听到没有？否则生意就不做了。好家伙！反向砍价还是第一次见。老大，算反了，这样我们亏得连窝都不剩了。哦，那就5条线索1条小鱼。成交。前天晚上有艘破渔船，2个壮汉按着一个白发老头，硬是把人往水里摁。这船经常在这片晃悠，看起来是在捕鱼，实际上他们是在掏什么东西。嘘，这事儿得加钱，绝不能告诉他渔船是在捞一些罐子。罐子？什么样的罐子呀？就是带耳朵、看起来很重的罐子。他们还说什么水洞子比土洞子难搞。哥，什么是水洞子？什么是土洞子啊？水洞子是水下墓葬，土洞子是陆地墓葬。所以杀害李教授的这伙人是在盗墓。李教授在河边是不是看见了什么，所以被杀人灭口了？这些人从几天前就开始捞罐子了。他们还说船太小，分批搞。这艘船今天还会来，在我们吃第2顿饭的时候。第2顿饭，也就是11点到凌晨1点，这伙人快来了。小鱼在这里面吗？那么多鱼，这个小竹篓装不下呢。哥，你快去把小鱼取过来。好。姐姐，轮到我们出场了吗？等会儿我要帮忙的时候，会拍2下竹篓。好呀。我去，好多鱼啊！露露我呀，也是遇见心软的神了。不好了，那艘船又出现了。哥，目标出现了。杨组长派来的水上治安员同志还有20分钟左右到，这些人下水捞文物肯定需要时间，我们先静观其变，等水上治安员同志到了再进行抓捕。可是让他们跑了怎么办？别担心，我们吃饭睡觉搭子可多了，只要我一声令下，马上叫我的朋友包围渔船。还得是你。这些人已经打捞了好几次文物，不知道之前的文物去哪儿了。志宁，你等会儿这样做。不好了，他们突然从水里浮上来了，看起来很慌张的样子。怎么会这样？他们是收到什么信号了，还是水底下遇到情况了？不管了，拦住他们再说。兄弟姐妹们，出动！我操！还愣着干什么？赶紧上船！太他妈邪门了！家人们，发动空袭，让他们死到临头！真他娘臭！这鸟发什么神经？刚刚在水下触发了机关，好不容易死里逃生，现在又不会是水底下的老总生气了吧？报！除了水里3人，我看见驾驶舱还有一个，他手里拿着圆圆的盘盘呢。哥，夜路说船上还有一个船夫拿着圆盘，是罗盘。盗墓团队里有个望风观察的角色，行话叫观山太保，只观墓不入墓。他们一般是资深风水师，最是狡猾。现在水中3人体力已经透支，逃不了多远。你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船夫了。
还磨蹭什么？快上船！治安员来了，老宁，快开船！我操，你个王八蛋，不讲武德！完了完了，这回真要吃牢饭了！快，接好了啊！这可是你们治安员队的香饽饽。我去，怎么这么臭？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伙盗墓贼一共4人，李元山就是看见了他们盗墓被杀人灭口，他们刚才想逃跑，被知宁用鸟群拦截下来。鸟群？这可真是天降正义啊！你说盗墓贼有4人，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船夫让他溜了。这帮人已经接连盗走多批古董，贵重文物难以销赃，一定是暗中藏了起来。硬抓的话，不见得能问出下落，不如放跑一人，再派你的小水蛇暗中跟踪，顺藤摸瓜找到贼。好了，船上可是一件古董都没搜出来，要是这3个老油条不开口，怎么证明他们盗掘文物？夏同志，你不是动物沟通师吗？有这么多动物供你驱使，你还能放跑一个嫌疑犯？你这话说的有意思。我要是真有这么神通广大、算无一策，不如直接训练条警犬把你给替代了。这个主意不错，毕竟警犬朋友至少不会对提供线索的同事冷嘲热讽，你说是吧？小楼，办案不是纸上谈兵，临场变数谁都控制不了。你们兄妹能够一路追踪到这里，还查清了案件背后的大秘密，个人3等功是跑不了的。杨组长，要是夏教授在这儿，他肯定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啊！对，你的夏教授宁可错抓也不遗漏，办案全靠主观臆断，的确是我辈楷模哈。你，小夏园长，我大哥跟踪船长去了，我在水底闲来无事逛了逛，没想到发现了水下墓穴的位置，是一艘沉船。杨组长，水蛇发现了盗墓贼窃取文物的地方，是一处沉船墓。派人把这个位置保护起来，我马上联系考古研究院。今天太晚了，明天等研究院的人到了，就由这条水蛇带他们下墓吧。我当向导有工资不？杨组长，这位水蛇同志问他当向导有工资吗？有，必须有。我一定帮你从考古研究所那帮老家伙手里狠狠敲一笔劳务排遣费给你。杨队，我在渔船甲板处发现了这个。西北考古研究所杰出工作者李教授在西北考古研究所工作过，这支笔是李教授的。还有一个证物，小票上显示购买的商品是练武的护膝，这张购物小票是缠在钢笔身上的。李教授把这些塞进甲板缝隙里，可能是希望有朝一日治安方能发现他被绑上过这艘船。杨组长，李燕现在可以从审讯室出来了吧？这艘船是我和爷爷吵架时一时冲动扯断的，而保险是我姑姑买给我爷爷的。3个月前他说要在美国定居，不打算回国，我爷爷才一气之下变更的。编，继续编。我很清楚你们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性格。你要怎么样才肯相信我？明天是世界比武大会的录制，我的编舞可以把爷爷的考古成果带向世界。带向世界？就凭你小小年纪歪成这样，真是没救了。每个人擅长的东西不一样，我用街舞重新演绎爷爷的考古发现，这是他一辈子最骄傲的。你可不是你爷爷的骄傲。打断审讯可是严重违纪。你们刑诉法第118条，发现新证据必须立刻终止审讯。夏教授不会连基本法条都不清吧？专案组组长季淑云现依法接管本案。夏教授，这个案子你出局了。什么？专案组组长？就凭你这个借调来的小治安员？嘿呀，夏教授不识字吗？要不要我帮你读一遍？喏，专案组组长，我亲哥姬淑韵。夏教授，请你现在离开，这案子你没资格碰了。今天忙活坏了吧？虽然都是白忙活。等等，夏教授，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你用侮辱性言辞审讯李燕，不该道歉吗？这些都只是审讯策略，你懂什么？审讯策略？正好上面的领导5分钟前问我哥要案情进展。哥，刚刚的审讯监控，要不也作为案情分析的一部分发过去吧？当然没问题。我为我过激的言辞道歉。本事不大，脾气倒不小。我可以走了吗？
伤害我爷爷的凶手抓住了。李艳，我们已经初步锁定了伤害你爷爷的嫌疑犯是一伙盗墓贼。这是你爷爷留下的遗言，节哀。我们治安方一定会还你们一个真相。你好好休息，明天录制加油，你一定能在舞台上惊艳全世界的。谢谢，谢谢你们，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兄弟，回去休息吧，今天辛苦你了。顾华也这个点给我打电话，难道是安心又发病了？你在哪儿？沉船葬，西汉特别流行的下葬方式。要是水下沉船墓规模很大，而且发现的文物有几件能够被评为1级文物的话，立个2等功，全省表彰不是问题。喂，云阿姨，你最近还在玩古董收藏吗？不知道您有没有渠道帮我查查，最近黑市上有没有流出西汉的文物，从水下出土的那种。好，那你有消息之后马上联系我。季淑云啊，季淑云，多亏你放跑一条大鱼，现在要咬上我的饵了。下指令。你干什么？放我下来！赶紧上车，我的车不等人。做噩梦了，又梦到战场画面了吧？安心不怕，我在这里哦。小夏姐姐，他怎么一看到你状态就好这么多？你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这就叫顶级兽医带来的安全感。早说让你搬员工宿舍来，偏要端着总裁的架子。4平米的宿舍，我的西装都不止这个储物空间。可是晚上你能睡得更好，安心的治疗也更方便呀。房租10万，加上水电、卫生费、物业费、垃圾清理费，1个月收你15万，很划算吧？我是有钱，但不是傻子。可带安心住进来也是治疗的一部分啊。等我这段时间把所有治疗设备备齐，你赶紧带他来。年轻就是好，倒头就睡。2只麻烦精。这只雄性两脚人就是乌鸦上次绑架的鸭元夫婿，好帅好有钱的样子。安分待着，敢吵醒他，信不信我把你炖成蛇汤？我丢你不怕蛇啊！上次你被鸭子缠的一动不动，居然是在演戏。果然高端的猎人总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小夏园长，小水蛇找到逃跑大叔的藏身之处了，而且除了他，村里还有3名盗墓贼。爸，就送这一幅山居图。正儿，这可是我上个月拍卖会花了500万拍来的黄大师新作，我自己还没欣赏够呢。爸，云阿姨要给我提供盗墓贼交易古董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我们当然要重写。可这谢礼也太重了。自从季淑玉和夏之灵这一对丧门星联手，我接手的案子屡次被他们抢风头。我这个治安侦查专家的面子怎么挂得住？爸，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等事情一成，我的名字会被刻在博物馆的功勋碑上，所有人都会记住是我夏征守护了文物瑰宝。到时候整个文博圈都得敬我们夏家3分，这可不是钱能买来的脸面。你们2个是干啥的？大爷，我们是来徒步野钓的。听说这附近有个小溪，是这里吗？2位不是来问路的吧？条子来了，快跑！绷紧，分头走！糟了，整个村子都是帮凶。行动暴露，各小组注意，目标已分散逃窜，立刻实施抓捕。别跑！我打死人了！关老爷欺负老百姓啊！哎呦喂，他一肘子还撞碎我脑壳了，我头晕！妈的，条子鼻子够灵的，累死老子了！小乌鸦，你不是打点好全村的动物了吗？该你掌控全场了。
哥，别急，好戏就要开场了。宁叔，上车！敢来老子地盘撒野，我看你们是阎王桌上抓公果，自己找死！快走，这边没条子，前面路通着嘞。谢了，老头。救命！哎呦，这牛今天咋回事啊？关键时刻咋学小黄毛甩头啊？老伙计，咱自家人，顶了他们，可不能顶我了。二组支援已到场，等会儿脱身后，有麻雀给你们带路抓老宁。快看，救精来了！保安欺负老人呐！哎呦喂，什么东西？凉飕飕，滑溜溜！妈呀，钻进去了，在我裤裆乱窜！我的天哪，今天真是被夏侦探带飞的一天！站住！哼，想抓我，下辈子吧！我操！啊！救命！别抓我屁股！治安员叔叔，快救我！我招什么都招。快跑！我的亲娘嘞！没想到这拉磨的驴这么带劲儿啊！驴哥，快跑！回头我给你买10斤草料。哟，真带劲儿！你被捕了。我操，敌我不分啊，驴哥！站队要站队，草料才更贵。跟着治安员走，草料顿顿有。你个傻贼懂个毛！上车，快点！4名盗墓贼抓到3个，还少1个。是彪哥，他们的头，身手最好，也最狡猾。小夏园长，麻雀小弟汇报，那个彪哥一听到哨声就钻进了他们在坟地修的密室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正好把他们藏起来的古董一网打尽，国宝也该重见天日了。小乌鸦，我们走。就是这儿。哥，要不直接砸开，把人揪出来？你敢？这机关是我祖师爷的独门绝活，你们要是敢硬闯，里面的火药装置就会启动，到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变成碎片，谁也别想得到。你想要什么？给我准备一辆加满油的车，放我走，否则咱们鱼死网破。那个带刻度的转盘呀，先往右边转3圈，听到咔的一声，再往左边回2圈就开了。我昨晚跟着这个大叔都看到了，真棒。这些宝贝我死都不会留给你们。你们怎么可能知道？别过来，不然我摔了他！你未免有点太相信你们祖师爷了吧？宋指挥，经过我彻夜追踪，我锁定了盗墓贼下一次的交易地点——临市滨海区的一个废弃冷库。只要我们部署得当，完全有机会在他们交易时人赃并获。很好，小夏，这一次你的反应速度和侦查方向都很到位，总算展现出你该有的专业水平了。宋指挥，我请求立刻抽调50名精锐，对目标冷矿实施全天无死角监控，同时需要200名警力组成突击队，进行地毯式布控。不错，这一次我一定会将这些社会蛀虫一网打尽。好，
就按你的方案，立即调集。二位，我正在做重要的案情汇报和行动部署，你们这样闯进来，未免不合规矩吧？这是报告宋指挥，涉嫌杀害李远山教授、盗掘西汉水下古墓葬的犯罪嫌疑人已全部抓获，无一人漏网。涉案文物28件，已经清点追回，赃物藏匿窝点就在盼水村坟地。报告，行动组圆满完成任务。不是做梦，这破天的集体2等功就这么水到渠成的送上门了。小夏啊，你别费心了，坐下吧，喝口水。奖金，奖金！别说了，祖宗。他在说什么呢？他在说奖金。哈哈，这好说。不过我有个更长远的想法。更长远的想法。我在想，参考咱们系统的功勋制，也给小动物们立功受奖，等功劳攒够了，待遇就升级，给他们一个特殊编制——动物破案专家，你看如何？特殊编制，那我的小动物也能吃上国家的铁饭碗了。那当然，为国家做贡献，国家养一辈子。还有，你哥哥季同志这一次功绩卓越，不仅能正式调来总局，他的个人2等功也是跑不掉的。你们兄妹俩继续加油，看好你们。兄妹，要是夏青青没有回来，现在的一切荣耀是不是还是我的？又怎会有技术营出头的份儿？粘人精，别用爪子踩我。顾总，我真没看出来，你还有这么有爱心的一面啊！哼，你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还知道回来？你不是说要对暗星全权负责吗？咦，顾总这是想通了，要搬来动物园啦？哼，我被一只狗要挟了，这个理由够不够？姐姐，主人坏，拿我当理由，他就是想天天赖在这儿，想每天都见到你。